哎，都在啊，正好。来看一下这个。2个月前，妇科在给一名39岁的高龄产妇做产检时，发现腹中的胎儿可能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当时胎24周。24周就能看出胎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哪个医生反应这么厉害？王主任。返聘的那个老太太，潘老同学，确实厉害。王主任当时就建议引产。有主动脉瓣先天发育异常，最终导致进行性发育不良和心力衰竭，形成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就算患者活着生下来，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但孕妇不同意，拒绝引产，期待有奇迹发生。然后呢？刚才胎儿产检，王主任发现胎儿的情况正在恶化，左右心室比例逐渐失调，胎儿心包积液、二尖瓣反流等情况也相继出现。产科讨论还有2种方案：一，严密观察，保守治疗，但是以患儿现在的情况，根本就撑不到自然分娩；二，准备剖腹产，产出后直接上另外一台手术台开胸进行心外治疗。哎，等等，儿心外应该是常月的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跟王主任吃饭的时候聊到的，我觉得手术不难，但风险巨大，且术后很难恢复，所以我提出第3种方案。让我猜的啊，你找大头鱼是想用刀介入，你想做宫内介入治疗。没错，听上去十分美好，所以可行，对吧？注意，是听上去十分美好。目前国际上有200余例临床病例，技术成功率超过50%，换句话说，死亡率超过40%，也将近50%。但是相对剖腹产手术后的心胸外科手术而言，这种方式我觉得风险是最低的。用你的第2种方案，孕妇不会有事儿。如果选择宫内介入治疗手术，孕妇会分摊胎儿1半的风险，有可能2个都活，也有可能2个都死。你怎么想？我怎么想不重要，要看患者怎么选。是啊，医学的决策再难，也比不上人性。先跟我去看看吧。好。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会是我的孩子？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同意。选第2种。不要做宫内介入治疗，你会出事的。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可我要孩子。这么多年，我就想要孩子，好不容易来了。老婆，你要出了事儿，咱们孩子就算活了下来，他也没妈呀。你想过他吗？这对他公平吗？不哭了。行了，行了，行了，不哭了。保大保小，真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啊。我妈怀我的时候，妊娠性高血压，我爸毫不犹豫要求终止妊娠，是我妈坚持，吃了很多苦，才最后生下我的。真人，用介入手术治疗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可以尽早打通狭窄部位，尽早改善主动脉血流。手术要是成功的话，胎儿能在母体里继续生长，一直到38到40周自然分娩。他的意思是有救了，2个都能保。阿生，你听到了吗？2个都能保住。那个，成功率高吗10%。什么？只有10%？那还比活活等死好。老婆，要不咱就这样，把孩子剖下来，能活是他的命，不能，咱就这样。现在是我最痛苦，也是最辛苦的时候。我不要什么狗屁理性和假大空鸡汤，
我只要你支持我，支持我。证人，你要放弃吗？宫内介入号称介入手术皇冠上的明珠，国外已经有几百个成功案例了，国内却还寥寥无几。你甘心吗，证人？机甲这套对他来说不好使。你闭嘴！我不甘心。我看过这类手术，我觉得你的水平不在他们之下。是时候让海晨也摘下这颗明珠了。我也不甘心。虽然这次的手术只有10%的几率，但是我们作为医生，还是得尽全力拯救孩子的生命。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中提到，每年有13万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而且这个数字一直在不停的增加。如果这次能用介入治疗，意义非比寻常。所以我们要接了。当然，拜托了，证人，交给你了。而且这次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婴儿的构造，对连体婴分离术也有很大的帮助。李渊，谢谢你。我查了一下，胎儿主动脉瓣手术，这10年全球一共报道了52例，成功率只有50%。这还是注了水的。做宫内介入手术的医生啊，肯定是要严格筛选的，不论是从孕妇的身体情况，还是胎儿的病情，都要够一定的标准才可以手术。傅院，这种介入手术一旦失败了怎么办？转剖腹产，给胎儿做开胸手术治疗，那一般成功率多高？一般不成功。院长，鲁道夫教授到了。Welcome, Mr. Duff. 鲁道夫·瓦格纳教授，跟真哥 PK 那个老外。Intravenous surgery has a high probability rate of failure. To continue on doing this surgery, well, it's an act of pure hubris. 他讲什么呢？他不看好这台手术。郑哥这是在找胎儿的心脏吗？是胎儿的位置不太好啊。所以要等换到好的位置，麻醉师再给药。我听说有的时候做4维彩超，为了等胎儿翻身，要等1-2个小时。如果胎儿始终都不翻身的话，那就得等下一次。那今天这台手术还能做成吗？乌鸦嘴。呸！胎儿的心脏太小了，只比新人大一点点。这还不是手术空间，用最细的导丝找到主动脉瓣的位置，然后再下球囊扩张最窄的位置。院长，要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哦。闭嘴吧。赵主任，你也呸！动了，可以开始麻醉了。开始麻醉。好的。找到了。难怪非要老何，技术是真好啊！麻醉完毕。
操作重点了吧？对，球囊扩张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理论依据，没有数据支持，只能靠术者丰富的经验完成。Meticulously executed, but extremely dangerous. 主动脉瓣压差从88降到83了，81。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要是宫缩或者胎儿胎心停跳，那就要剖腹的。那就剖。 75。64。怎么还不停止啊？这个时候应该停止继续扩张球囊，见好就收啊！对呀，就算胎儿有点小毛病，他也是可以长大的呀。你等他5岁以后，你再给他做开胸手术不好吗？哪怕2岁、3岁或者几个月，到那个时候再做手术，那比现在风险要低得多得多呀。 49了，郑哥，可以收了。34了，胎儿正常在22到25，34可以接受。这个胎儿和其他胎儿不一样，34刚刚好。哦，对，我差点忘了这点了。手术很成功。This way。这人，好，恭喜你，宫内介入手术成功了，谢谢你。要谢谢你才是。这样，你这个手术，棒棒啊！我祝你20分。错了，是17分23秒。我是前列腺，你how to say？ 海德堡。OK. Doctor, speak English, please. I witnessed your prostate intravenous embolization, and it was perfectio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with me to Germany for an intellectual exchange and symposium. If you're interested, I will establish a charter in our names for a laboratory continuing this kind of research. What do you say? No thanks. I need to supplement the twins. 这你考虑吧，你再考虑吧啊！这考虑吧。不考虑。这医院对你来说是个大障碍。This is really a remarkable program with a yearly funding of 35 million euros. And if you feel like this is an insufficient number, we can always find other charitable investors. There's never a paucity of benevolent philanthropists waiting to give you their money. 这么多钱研究前列腺介入，太浪费了。那你想研究什么？我都 OK 了。这个。这个太难了，不行。宫内介入不是也很难吗？宫内介入你们感觉难，我们觉得容易，但是这个大家都觉得很难。这样，你考虑吧。哎，教授，您转介入之前是搞心外的对吧？对。哎，那不是来我们这边啊？我们一起成立连体婴分离术的实验室，然后找慈善机构捐款。
等我们这边忙完了，郑就有时间去你们那边了。哎，OK， 啊，没时间。小图宇，你配合点行不行啊？我这为你筹钱呢。那也不能忽悠别人。咱们本来就没钱，好不容易有一个金主上门就同意了呗。到时候这边忙完了，你就去德国做几台前列腺介入手术不就行了吗？虽然我中文不好，但是我听得懂。John, this is an impossible surgery, and I cannot recommend an impossible surgery to my group of investors. However, your prostate surgery is perfect. You come with me to Germany and you give those powerful people perfect prostate surgery on all of those powerful men. They will reward you with a large sum of money, and then you can return and you can continue your research on the separation of conjoined twins. You'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of the best equipment, and you can hire all of the best help. No. 对于一台手术来说，医生有很多的选择，但病人没有选择。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得抓紧。抓紧没用啊，没钱呀。各位，新的人愿意投钱。彭家还没死心啊，又是直播的事儿。啊，对。哎，不罢管。说好的。哎。条件确实不错，不过什么都可以直播，唯独手术不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成功的手术。那个彭家的意思是，无论成败，他当然可以不论成败了。医疗事故没准流量更高，但术者的职业生涯可就完了。这样，来我这边，他们那边不行啊。死心吧。是，是不是？没得商量。行，那好吧。你领导稿再吃吧。老贺这人真不行，他的立场太要坚定了。直播的事是我跟彭家提的。这事儿我知道，彭家亲口跟我说了。我有我的考虑。你的考虑无非3点：第一，给有困难的患者提供资金支持，但你现在是介入大牛，找你做手术的人都已经排到海德堡了。第二，让患者和患者家属了解整个手术过程，解决医患关系，这个太理想化，实施起来会有无数的问题。第三，传道授业，对吧？把新的术式开放给术者，这个绝对不行。要想开放，也要等到论文发表以后。郑医生，宫内介入手术成功，患者家属想要感谢你。哎呦，你可算来了，这人交给你了啊！走，我们去看看。这样，Professor，let's talk。啊 ，OK。郑医生，谢谢你们，感谢，应该的，好好休息。1991年，第一例宫内介入治疗手术开始之前，术者肯定承受着比你我更大的压力。可他最后还是做了，然后才有了报道，才有了对医学界的启发，才有了所谓的医学奇迹。而现在我们也在重复这个进程。郑然，我相信，连体婴分离术会像之前前列腺介入栓塞术一样，
我们会成功的。那差的有点多。别说丧气的话，我解决人和钱的问题，你解决技术。那手术植窝的事 ，no。院长，这一次去北大看了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国内外对比了一下，这一套综合来看是最合适的。就是价格。价格。花姐，知道很贵啊。但是升级以后呢，它不只能模拟连体婴分离术一台手术，其他的疑难杂症都能用它练手。你看这几年的科技突飞猛进的，设备、手段、方式方法，包括经营理念都得跟得上，那不更新铁定淘汰啊！婚金寿，哎，是能下金大囊。来，花姐，咱得看长远利益。那最近肝癌的患者不是越来越多吗？迟早能赚回来的。你不说什么事儿得靠我们自己吗？我们正在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啊。花姐，我爱你。谢谢院长。导航系统我们已经搞定了，具体的手术计划你有头绪了吗？目前我想的是2个主刀，先做肝脏，再做心脏。但是这样的话，对麻醉师的要求确实很高。课间不行。可甭家出10万块钱购买宫内介入手术的录播视频，他都没买。他不是那样的人。真不行，别想了啊。看我干嘛？小白鼠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就是你给他做的麻醉。要不你跟贺倩配合，一起为连体做麻醉。合着您把我的定位就是麻醉师啊？所以，要不你来当麻醉师，要不你搞定贺倩。果然是条贼船啊！云哥，找我什么事儿？说吧。我听说彭家想花10万块钱买宫内介入的视频，你没卖，为什么呀？哦，如果促成证人和新律案的直播合作，提成会更高，所以想钓大鱼放小鱼啊。云哥，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那属于盗卖违法。再说了，我能留在海城，多亏了林副院保我不能再惹出什么事给他添麻烦。哟，还替林副院考虑呢，这可真是孙局有利人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我也知道你瞧不起我。可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我能怎么办？就我家这条件，停手就停口。理想这种奢侈品，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可人到中年，我就不配谈了。
可可，别误会啊！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知道你压力大，我们都有梦想。其实我知道，院长和你们为了那个连体婴的手术，开销特别大，捉襟见肘。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彭家的提议，虽然要冒风险，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是不在乎外界评价的人。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在乎啊？也许你在乎，但郑人不啊。谁说的？他眼里只有手术，他太适合直播了。你想想啊，以后你们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有人来承担，那你们就有做不完的手术，可以挑战一个又一个疑难病例，那不要太爽啊！45。啊？郑人的父亲陈妙去世的时候40。你是说，海城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陈妙是郑人的父亲？同样一个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医生，因为流言蜚语、舆论暴力，最后选择了轻生。人言可畏的后果呀，不是轻易一句不在乎就可以抵挡的。郑人今年35岁，像他这样的医生，能救很多人，能攻克很多重症，会是很多人的希望。我作为他团队里的一员，任何有可能导致他职业生涯提前结束的风险，我都会将他抹杀。我不会让他变成第二个陈妙。就像土壤抓着根的期盼，脱下白色光环，它也生而平凡，在彼此的眼神间望穿离合悲欢，有什么常在你眼眶循环，留太多遗憾感叹没答案。人生无常，像流水一样，飞得很高，却飘向远方。时光如幻，歌长路漫漫，
生用尽挽留